嗨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们的水彩课堂，继续进行我们的天鹅课题。今天呢是最后一节课，关于天鹅的，不是我们这节课的最后一节课。今天一开始的线描部分呢非常少，我很迅速的、简单的把衣服的轮廓画了一下。今天的范例里面呢是一件胖嘟嘟的毛衣，没有特别复杂的东西，大家可以根据我的参考图画各式各样你喜欢的衣服。像线下的同学呢，设计的衣服就是各式各样的，有的给他的外孙女设计的婴儿服，然后用的粉色设计的天鹅，他说要作为礼物送给他。然后呢，有的设计了一条裙子，画了一只局部的大天鹅，然后再搭配一些小花，也是很好看。然后衣服旁边的物件可以根据衣服的款式和想营造的感觉来搭配，比如去度假的感觉，比如去踏青的感觉。这样的课题呢，我都很期待学生能做出不一样的东西。然后呢，颜色方面呢，我用了森林系的颜色，柠檬黄加橄榄绿，还有一些青绿色。大家可以自行根据自己选择的服饰的款式来搭配自己的颜色。然后今天呢，因为用的是叠加法，所以呢，我先用水彩混色呢来打一层底色。笔法上呢，我有点像打圈圈一样的去涂色，水量呢要适中，保持能够让第二层上色的时候能够自然的融合就可以了。所以这里的速度呢可以稍微的快一点点。然后呢，因为左边的胶带纸区域因为有胶带纸嘛，所以呢就可以大笔的添色。右边的衣服呢，在上色的时候就要注意它的边缘线。然后呢，今天的构图因为是一种设计的版式，左边呢我用胶带纸贴成了一个竖长形的框框，用来设计我的图案。右边呢是将图案应用在衣服上的设计，我是同步进行的。这样的话，我能保证我的颜色是统一的。像我在线下课堂上这节课的时候呢，是让同学们先设计好左边的一个图案例子，然后呢，当你确定了，当你觉得你喜欢这个图案的时候，那么你再进行下一步，就是进行衣服的设计。所以呢，这里同学们可以和我的方式一样，也可以选择先左边完毕以后呢，再进行衣服的部分。在线下的课堂里呢，我会先给学生一些小的卡片子，做一些像左边的混色练习，让他们先找一找感觉，那种前后建立的图案关系的感觉是不是他们想要的。如果一开始呢就做正式的，难免会有一些不太肯定，所以我也建议线上的同学们可以自己先拿一些小卡纸，当然也是水彩纸，做一些单纯的色彩练习，然后呢再进行大一点的，这样的落笔呢比较心中有数。然后大家上完了颜色呢，也可以用电吹风吹干，但是如果很湿的话，
记得不要开太大风速的，会把颜色呢都吹到一边去。接下来呢，我用白色的丙烯颜料，其实你也可以用水彩的白色，但是会比较浅，所以在水彩画里呢，我用白色用的是非常的少，但是如果要用，我一般都会用丙烯。然后这里呢也说到另一种方法，就是也可以先留白，可以将天鹅的部分呢先用铅笔勾画出来，然后只是上背景的颜色，这样呢就不需要白色了。两种方法呢，同学们都可以练习一下，找找不同的感觉。我在用白色呢画天鹅的时候，先从身体开始，从天鹅的形态和身体的方向来变化。这里呢，注意丙烯也是可以通过水量来分出明暗和轻重的。我在用白色呢画天鹅的时候，先从身体开始，但是呢，我在勾画的时候呢，也会注意它羽毛间隙的方向感，让笔触完成这一笔的时候呢，都是有一些作用的，可以形成它羽毛的肌理。
呢，在空间排列上呢，像我左边的就比较的整齐有秩序感。我在右边设计衣服的时候呢，我就把空间的疏密感调整了一下，就是把天鹅的图案、它们的间距调整了一下。然后呢，只是随着衣服的形态去调整设计。接着我在天鹅的旁边呢，再添加了一些其他的小草和水纹感。这些线条呢，还起到帮助肯定天鹅轮廓线的一个作用。然后呢，我也会刻意的添加在背景浅色一点的地方，然后来加强对比。如果你想要呢更加融入到背景区的图案，那你也可以选择饱和度差不多的层次，或者是颜色相近的地方去画。天鹅头的部分呢，有一个很特别的黑色部分，之前的课呢也有提到过，所以今天的天鹅其实是简化版的天鹅，所以我们要拿捏这种小而精确的感觉的时候呢，就是一种对这个形状的最简化的印象版。
像这个形状呢，给我的感觉就是上面大一些，下面小一些，有一点像逗号的感觉。但随着每只天鹅的角度和大小，还有它的动作都不同，自然呢就会做出一些不同的变化。包括它的嘴型也是一样的，红色的短短的一条线，但是方向大小都是有所变化的。如果你想要让画面看起来更加的生动，然后呢，添加完小花朵以后呢，我们还可以做一些点缀。如果你想要你的天鹅更加的突出画面，那么你可以在形状边缘的轮廓做一些刻画。然后呢，完成了衣服的图案呢，我开始画一些搭配的小物件，一杯咖啡呀，或者是一副眼镜。因为呢，都不是我画面的主角，所以我都比较简单的画了一下。
我在毛衣的底部呢画了几盆小花小草，也很符合我今天的森林系，小可爱的感觉。大家在搭配物件的构图里呢，也可以用错开、叠加、隐藏等等的方式都可以尝试。然后呢，在这里我们今天的视频课程就到这里，希望大家享受今天的课题，然后呢，开心的画画。我们下节课再见。